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书是应该注意的健康习惯。作为一个以长寿闻名于世界的国家，日本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健康的生活习惯。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这些习惯获得健康益处，充满了实用的技巧和方法。书中的意大利作者以独特的视角，细致入微地解释了这些习惯背后的效果和原因。这本书正是为帮助现代人找到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出路。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日本传统的生活习惯；第二，在日本发展起来的饮食习惯；第三，日本的环境和文化根深蒂固的运动习惯。首先是第一部分，日本传统的生活习惯。我将介绍一些作者在学习日本文化时所发现的能够促进正念的日本生活习惯。实际上，这些习惯与引导身心健康的正念密切相关。说到习惯这个词，可能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但日本的生活中蕴含了许多基于独特文化和伦理观念的习惯。让我们从意大利作者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被日本人忽略的日本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带来的惊人的健康效果。首先，我们来解读日本人非常熟悉的泡澡习惯。大家都知道，日本有泡澡的习惯。虽然不同年龄的人泡澡的频率各异，但相较于其他国家，日本人可谓是全球最频繁通过泡澡来缓解疲劳的民族之一。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泡澡习惯通常时间较长，许多人会在泡澡时放松数小时，享受半身浴。这与仅仅冲澡的欧美人有很大区别，是日本特有的泡澡方式。在世界的眼中，这种泡澡方式显得非常独特。从宗教角度来看，水被视为净化心灵和身体的工具。在神社参拜时，人们会用水清洗双手和嘴巴。尽管近年来由于疫情的影响，这一习惯有所减少，但这一净化仪式是日本宗教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在历史上，佛教僧侣们也积极推动公共浴场和温泉的普及。据说，泡澡习惯在552年随佛教传入日本，作为一种宗教仪式迅速传播开来，深深扎根于日本的日常生活中。意大利作者对此感到最为惊讶的，要数日本的公共澡堂。在世界范围内，澡堂这种与他人共享大浴场的泡澡方式十分罕见。在作者看来，赤裸相见的裸的交往起初令他感到困惑，也对与陌生人赤裸相对感到不适。这种反应是没有温泉文化的国家人们的普遍反应。在国外，即便进入桑拿房，人们通常也会穿着内裤，很少有赤裸相见的文化。作者注意到，比起文化冲击，更有趣的是澡堂所带来的健康效果。作者发现，泡在宽敞的大浴场里，水温稳定的浴池能够调节肌肤状态，改善入睡质量。事实上，在澡堂大量出汗、放松身体并加热身体的过程，帮助作者改善了痤疮、皮肤问题和失眠。作者关注的不是澡堂，而是温泉。由政府指定的温泉源泉必须含有19种特定矿物中的至少1种，且水温必须保持在25度以上。日本温泉的放松效果和治疗作用对身心的各种不适都有很好的效果，特别是日本温泉富含大量矿物质。温泉的不同种类具有各自的功效，可以根据不同的症状选择合适的温泉，如疲劳、神经痛、风湿病、皮肤问题等。许多人因此得到了缓解，甚至治愈。此外，作者还指出，在家中浴缸泡澡也对身心健康有益，因为可以根据自己的舒适度调整水温，享受充足的泡澡时间，并能花更多时间进行护肤。日本人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年轻健康的肌肤，部分原因就是他们日常泡澡频繁，并伴随着定期的护肤。这种泡澡习惯不仅有健康效果，还具有丰富心灵的正面作用，让自己的身心放松，与自己内心对话，忘却日常的喧嚣与烦恼，专注于自我疗愈。这正是泡澡所带来的效果。即使是那些无法进行正念冥想的日本人，
在泡澡时也能放松下来，陷入一种恍惚的放松状态。泡澡这一习惯本身就像自带正念效果一样，您不需要盘腿打坐来进行正念冥想，泡澡时只需放空自己，享受放松即可。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这种正念的时间至关重要。换句话说，无论以何种方式，泡在温暖的浴缸里加热身体的日本泡澡文化，是保持身心健康的良好手段。如果您感到身心疲惫或失眠，不妨尝试养成泡澡的习惯。毕竟，日本拥有清洁的水源和舒适的浴缸，赶紧养成定期泡澡的习惯吧。接下来，作者重点介绍的另一项日本习惯就是清扫。当然，清扫并不仅限于日本，世界各地都有这种习惯，完全不打扫的国家非常罕见。然而，日本的清扫观念却独具特色，带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基于日本宗教和禅的理念，清扫被视为净化精神的一种手段。作者实践的正是专注于打扫的正念清扫法。这种清扫方法非常简单，只需把清扫看作一种享受房间变得干净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剥夺自由时间的痛苦事情。专注于洗碗、吸尘、折叠衣服等行为时，您就能在这些活动中实践正念。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碗盘和房间变得干净的过程上，可以获得类似于冥想的效果。这是一种从禅宗理念中借鉴的清扫方式，将清扫视为净化心灵的时间。您可能会觉得，专注于清扫是件难以做到的事，但一旦习惯了这种正念，你会发现清扫变得越来越有趣。相信大家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在小学或中学时，我们被迫参加学校的大扫除，那时禁止交谈，要求全神贯注于打扫，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集中注意力的环境。正是这种扫除方法，奠定了日本人的基础，使得他们更容易掌握这种全身心投入的清扫正念法。这种清扫方法与禅的教义前后纪段紧密相关，意思是切断过去与未来，专注于活在当下。正念清扫法是一种能够让人集中精力、放松身心的有效手段。此外，在遵循心动的清扫过程中，人们会主动放手那些已完成使命、不再重要的物品，从而保留真正对自己重要的东西。这与不浪费物品、保持房间整洁的理念紧密相连，同时也有助于理清思绪。可以说，这是维持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良好的绝佳清洁方式。请务必尝试这种清洁方法。接下来，最能对身心产生深远影响的习惯，就是自古以来在日本进行的冥想。可能并没有多少人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冥想，但它作为一种出色的正念训练，对我们的身心有着积极的影响。实际上，正念一词来源于佛教经典中的禅语萨提，它强调精神的完全集中，教导我们要专注于自己和当下。正念这种理念经过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的深入研究后，被引入了医学领域，如今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实践。正念和冥想在通过冥想追求精神专注的过程中存在相似之处。冥想帮助人们摆脱生活中的杂念，专注于当下和自我。在医学上，冥想已被证明能够降低压力水平，因而吸引了众多现代人的关注。也就是说，融入冥想的习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正念。对于希望不依赖药物或就诊，保持健康精神状态的人来说，这是一项非常推荐的习惯。在冥想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呼吸。呼吸是维持生命的基础活动，通常我们并不会特别去关注。每天我们大约呼吸25000次，吸入约2600升氧气，而呼吸的质量与我们的健康状况息息相关。冥想使我们专注于呼吸，简单来说，就是集中注意力于呼吸的节奏和空气的进出，放空内心。听起来简单，但专注于呼吸而不去思考其他事情，其实非常需要集中力。许多人在刚开始时会遇到挫折，不过如果能够掌握冥想并长期坚持，便可以切实感受到压力和焦虑的缓解。
同时，集中力和创造力也会得到提高。通过更好地控制自己，生活质量也有望提高。这与在日本自古以来广为实践的坐禅有异曲同工之妙。坐禅是一种冥想的形式，被各种宗教所采纳。它有多种姿势，比如双腿交叉的莲花坐，或将左腿放在右大腿上的半莲花坐。这些姿势的特点是可以根据个人的舒适度来选择。作者表示，通过练习这种冥想，他感受到集中力、记忆力的提升以及精神状态的稳定。虽然因人而异，但冥想的呼吸法和集中力所带来的放松效果和健康效益已被科学证明是非常出色的。利用空闲时间轻松尝试冥想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建议从今天开始尝试，将冥想的习惯融入日常生活中。接下来是第二部分，被忽视但健康效益高的日本饮食习惯。我将介绍一些日本独特的健康饮食习惯，这些习惯在全球范围内都被认为非常健康。我们日常不经意间吃到的食物以及传承自古的日本菜肴，都具有优异的健康效益。可以说，日本人能够保持高水平的健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样的日本料理和食材。这些对健康有益的日本饮食，如果不加以关注，对于日本人来说实在是太可惜了。然而在现代，随着各种外来料理的涌入，单一食用日本料理变得不太容易。我们中许多人对日本饮食的关注也相对较少。在这种情况下，由意大利作者从其视角介绍的日本饮食习惯。首先，作者关注的是那些健康的日本料理。世界各地对日本料理的评价普遍是低卡路里且健康的。当然，这并不包括最近日本发展起来的快餐等现代日本食品，而是指自古以来在日本制作的传统和食，特别是一汁三菜。这是维持健康体魄所必需的营养素平衡摄取的基本和食规则。这种饮食方式包括1道主菜、2道副菜和1道汤，这样就可以简单的涵盖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这5大营养素。除此之外，作为第6种营养素的膳食纤维也常常包含在和食菜单中，使得和食在实现营养黄金平衡方面非常出色。同时，和食相较于西方料理，菜肴的尝试比例也较高。在美国和欧洲，以主菜和配菜组成的饮食较为普遍，因此相比于日式餐食充分摄入全米等主食，西方料理可能存在糖质不足或脂质过多的风险。也就是说，作为高效且健康的能量补充餐食，日式饮食比西方食物更具优势。西方菜肴中，脂质通常较高，而营养价值较低。此外，西方料理中常用的面包和意大利面等配菜，其营养价值也不如米饭。相比于用面粉制作的面包或意大利面，直接食用的米饭营养更高且饱腹感更强。因此，日式饮食在碳水化合物的摄取方式上也更加合理。再者，以蔬菜为主角的菜肴较多，也是日式饮食被认为健康的原因之一。丰富的蔬菜与蛋白质共同炒制或煮制，能够在每个季节享受时令蔬菜。通常配菜的调味也非常简约，这样可以美味地摄取足够的蔬菜。与高热量且含有大量反式脂肪酸的炸薯条或炸鸡相比，日式饮食不仅健康，而且对消化时身体的负担也较小，这也是其魅力所在。进一步说，日本的素食料理、精进料理遵循了禅宗的教义，不伤害任何动物，是充分体现了日式饮食优点的健康美味菜肴。精进料理完全不使用动物性食品，对于素食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当前许多研究表明，减少肉类摄入可以显著改善身体状况。因此，除了动物保护的角度，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推荐素食主义。例如，2013年，加州的罗马琳达大学对超过 7.3 万人进行的研究发现，素食者的死亡风险比肉食者低 12%。此外，素食饮食还被发现能够降低体内炎症水平和血液污染。也就是说，
日本的精进料理等不使用动物性食品的饮食方式，对于注重健康和环境保护的现代人来说，可以说是一种接近完美的饮食。这一点非常令人惊讶。毕竟传承至今的精进料理仍被视为优秀的饮食。作者关注了日本古老的饮食方式，即吃到8分饱即可，无需依赖医生的理念，即无论食用什么食物，都保持20%左右的余地。这是一种对健康维护非常重要的习惯。实际上，被称为长寿之岛的冲绳，人们普遍践行吃8分饱的习惯。数据显示，美国男性的平均日摄入热量为2500千卡，而冲绳县居民的日平均摄入热量约为1900千卡，较低。这种习惯有助于降低 BMI， 改善胃肠运动，对心血管疾病、反流性胃炎、鼻炎等疾病的预防也有显著效果。吃8分饱的习惯可以说是延长健康寿命的特效药。许多冲绳居民不通过计算卡路里或克数，而是通过将菜肴分成小份，并花时间慢慢享用来实现吃8分饱的习惯。这样少量进餐能够减少身体负担，同时获得满足感。这种少量慢慢品味的饮食方式被称为正念饮食，能够帮助控制过量进食。通过集中注意力于食物的味道和口感，能够在少量食物中获得足够的满足感。这不仅与吃8分饱的习惯相辅相成，还能够将饮食时间转变为类似于冥想的正念时光，成为一种开创性的饮食方法。此外，实行吃8分饱的习惯还能锻炼胃部的感觉能力。也就是说，掌握吃8分饱的技巧，就是让自己适应胃部的饱胀感，学会感知这就是我需要的膨胀感。通过训练这种感觉，您将能够自然地判断出适合自己的吃8分饱的食量。建议在用餐时注意胃部的感觉。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些构成日本饮食基础的食材，主要是和食中使用的调味料和食材，这些对保持健康的身体至关重要。与烹饪方法和进食方式一样，调味料也非常重要。首先要了解的是和食的基本调味料：砂糖、盐、醋、酱油和味噌。这些调味料通常口味清淡，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它们共同构成了和食的基本味道。此外，酱油和味噌是发酵食品，有助于调节肠道环境和提高免疫力。它们不仅提供丰富的味道，而且长期食用能够带来显著的健康效益。不仅仅是这些调味料，和食中使用的日本食材大多都是健康的。例如，意大利作者特别关注了米、肉、鱼和大豆这4种食材，特别是日本的稻米。作为亚洲的主要米消费国之一，日本的米以其高质量而闻名，米粒饱满、甜美，口感良好，因而在全球享有盛誉。此外，米的约80%由淀粉构成，是出色的能量来源。它不仅美味，还有助于提高体力和思维能力。另外，日本的肉类和鱼类也以其高品质著称，肉类脂肪与肌肉的比例恰到好处，新鲜的鱼类保留了优质的蛋白质，这些都能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年轻和强壮。大豆是日本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食材，类似于灵魂食品。酱油、味噌、纳豆、豆腐等我们经常食用的食品，都含有大量大豆成分。无论是和食还是其他各种日本料理中，我们都在日常饮食中摄入大豆。大豆营养价值极高，具有许多健康效益，特别是被称为田间肉的丰富植物性蛋白质和具有预防血栓、改善血液流动的酵素纳豆激酶，使其受到高度评价。许多研究者和医生也推荐积极摄入大豆。可以说，和食以及其他日本料理中使用的日本食材都兼具了出色的美味和营养价值。即使不吃和食，仍然强烈建议将这些食材持续地纳入日常饮食中。接下来是第3部分，日本的环境和文化根深蒂固的运动习惯。我将介绍日本根植于日常生活中的运动习惯。首先，我想介绍的是拉伸运动。拉伸运动是几乎所有日本人都曾做过的运动项目，虽然大家都很熟悉。简单来说，
拉伸运动就是根据广播中的指示进行的体操。拉伸运动的最大魅力在于它适合任何年龄段的人，并且不需要器械或宽广的空间。您可以在房间或公园的角落等地方随时进行。此外，许多人可能知道 ，NHK 广播每天早上6点半都会播放拉伸运动。通过早晨运动可以有效提升一天的身体状态。因此，虽然不仅仅是拉伸运动，早晨进行运动的习惯能带来很高的健康效果。如果你想提升集中力和体力，建议在早晨做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如步行、拉伸或瑜伽。可以根据当天的心情和身体状况尝试不同的运动。接下来介绍的是步行和骑自行车。由于日本的道路设施完善且治安良好，所以可以在任何地方安全地享受步行和骑车。虽然对于长期居住在日本的人来说可能不太容易想象，但在世界许多国家，找到安全且治安良好的地方进行步行和骑车是相当困难的。步行和骑车的习惯特别适合那些没有时间做拉伸的人。实际上，作者利用工作休息时间进行步行，每次在工作场所周围步行30分钟，以保持健康。作者特别注意的是将步行过程做得更具专注感，他集中于步行中的身体动作和呼吸，践行接近冥想的步行方式。这样的正念步行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稳定血糖水平、提升睡眠质量等，效果显著。注重身体的使用方式和呼吸法，保持对自我的专注感进行步行，有助于心身护理。这种正念运动习惯被认为在持续1个月以上后，可以显著改善健康状态和精神状态。虽然刚开始可能会有些困难，但长期坚持会有明显的效果。另一方面，骑自行车则能以高速度消耗卡路里，对于希望有效减肥的人来说非常推荐。以较快的速度踩踏踏板，每小时大约可以消耗500卡路里，并且对小腿和臀部等下半身的塑形效果显著，有助于保持年轻和健康的身材。如果在骑车时也能保持正念，精神状态会更加稳定，从而效果更佳。此外，许多研究表明，骑自行车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高血压，并增强心脏和体力。此外，骑自行车还具有减轻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因素所引起的压力的效果，这一点也得到了科学证明。实际上，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科的著作中发表了一个研究结果，表明进行了为期1年的骑自行车疗法的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症状显著改善。骑自行车不仅对身体健康有益，还有助于保持心理健康，是一种非常出色且强效的运动习惯。最后介绍的是，虽然不常见，但能提供丰富运动量的登山。登山是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运动，既有专业的徒步旅行者，也有以休闲为目的的登山爱好者。它是一种全身运动，能够大量消耗卡路里。定期进行可以期待有助于减肥和解决运动不足的问题，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魅力。此外，登山还可以进行森林浴。森林浴顾名思义，就是在森林中享受自然的过程。这一概念在1982年由日本农林水产省提出，虽然不算新，但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1980年代，关于森林浴的效果的研究也逐渐深入。研究发现，自然环境中的人群比城市中的人群病愈得更快。这被认为是由于森林中丰富的植物来源的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的作用。此外，较近期的2010年研究还报告称，森林浴可以提高免疫力，并增强破坏癌细胞的 NK 细胞的功能。其他效果包括降低血压和心率、抑制压力激素皮质醇、改善视力等，表现也非常出色。森林浴不仅令人感到舒适愉悦，还有众多健康效益，是一种极好的习惯。因此，登山这种能够同时进行森林浴和高强度运动的活动，确实是一种有效的身心健康运动。同时，就像其他运动一样，保持专注的心态可以使登山过程更加具有冥想性质。日本古代信仰中的神道认为万物皆有神灵，
神圣的山被视为精神统一和修行的一部分。登山时，可以通过与神秘自然和美丽景色的接触来净化心灵。走在登山小径上，体验专注且健康的时光。如果您从未尝试过登山，不妨从简单的初学者低山开始尝试。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